你知道吗？宇宙有一个基本的投射法则，你发去出的所有东西，必会在某一个时间反弹到你身上。世界就是你信念在现实里的一种投射，你布施出去的任何东西，终将会报应到你身上，这就叫愿力。例如，你布施欢喜心，让他人愉悦，你将会收获别人给你的欢喜；你布施安定，让他人心安，你将得到安乐。相反，如果你施于别人的是憎恨、怒气、忧愁，你也将被这些东西包围。我们天今所遭遇的，必定是我们曾经发出去过的，只不过宇宙以另外一种形式，在另一个阶段返还给了我们。愿力也叫因果，种什么因，就有什么果。我们未来想成为什么的人，就必须在此刻开始埋下相对应的种子。愿力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，这就是宇宙的基本法则。能力敌不过业力，业力大不过愿力，能力就是我们的实力。方法、技能、业力就是我们创造的价值，帮过的人，积下的恩怨。愿力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向往、原动力、初心和理想。一个人的能力再大，智商再高，都抵不过他做过的事带来的影响。同样的逻辑，一个人做过的事再厉害，都抵不过他的正心正念带来的影响。不论你对谁好，长远来看都是对自己好，因为这种好早晚都会回到你身上。真正获利的也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自己。不论你伤害谁，就长远来看，你都是伤害到你自己。或许你现在并没有觉知，但它一定会绕回来。如果你乐观向上，你发出去的能量就是积极的，所以你接受到的世界就是美好的。如果你怨天尤人，你发出去的能量就是消极的，所有你接受到的世界就是阴暗的。这也叫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凡你对别人所做的，就是对自己做。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历来最伟大的教诲。不管你对别人做了什么，最后真正接受的人都是你自己，只不过从别人身上经过了而已。凡是你希望自己得到的，你必须先让别人得到。你若想被爱，就先去爱人；你期望被人关心，就先去关心别人；你要想别人对你好，就先对别人好。这是一个保证有效的秘方，可以适用在任何情况。但做好事，莫问前程；施人与善，广种福田，善待身边每一个人，最终丰收的那个人一定是你自己。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，你所给予的都会回到你的身上。很多人总以为自己能力超群，再加上努力进取，就可以改变一切，得到一切。岂不知再大的能力都大不过愿力，再大的能力都只能在技能层面发挥作用。能力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，因为能力如果没有品行作为支持，只能间接地给自己招来灾难。所谓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一个人越有能力，反而必须时刻深思自己的言行，
千万不能胆大妄为，为所欲为。有句话叫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这里所谓的业就是业障，也是业力。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带有一定的业力，这些业力是我们之前积累的。我们经常说不要造业，意思就是不要给自己积累这种负能量，否则总有一天会反弹到我们身上。还有一个词叫消业，意思是消除业障，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做好人好事来不断地消除之前积累的负能量。我们可以不断地给自己积累功德，当这种功德大于之前的业障，就会变成自己的福报。财富的本质其实就是自己积累的福报的变现。很多人生来就有荣华富贵，那是因为他们前世积累的福报。但是如果一个人从不积德，却只享福，那么当他的福报被享用完的时候，灾难往往就来了。很多人生下来就一无所有，甚至成长的路上苦难重重，那是因为他们前世积累的业障太多。但是如果他们今生一直在积累功德，当他积累的功德大于前世业障的时候，福报、财富就来了。有个古训叫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，意思就是当我们的贡献、福报配不上的我们享受的生活的时候，灾难往往就开始埋下伏笔了。大德讲要惜时，惜人贵惜福，意思是我们不要过快地消耗自己的福报，同时你还得多多积攒自己的福报。所以还有个古训叫厚德载物，我们必须不断地积累功德，才能承载住这些物质财富。一个人的财富千万不可大于自己的功德。世人自古讲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我们所能拥有的财富都是靠我们创造的价值转化出来的。然而太多人本末倒置，只为了赚钱而赚钱。这2年可以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前些年那些赚钱很容易的人，这些年很多都散尽了家财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他们的功德承载不了那么多财富。再比如，几乎人人都向往住豪宅，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思考一个问题：你的功德能配得上那么大的豪宅吗？真让你去住了，你镇得住吗？如果镇不住，住进去之后就是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永远记住这句话，能力大不过业力，业力大不过愿力。守住初心，向往光明，是一个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。这就叫愿力，它才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。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这是一种愿力。起心动念皆是因，当下所受便是果，这也是一种愿力。发大愿，受大难，成大果，这更是一种愿力。人的一生无时无刻都在受到2种力量的拉扯，一个是业力，一个是愿力。我们一会儿被业力惯性系统拉回到原有生命轨道，一会儿又被愿力拉动挣脱原有轨道，开启了第2生命轨迹。业力与愿力的纠缠，形成了我们矛盾、犹豫、纠结、徘徊、
烦恼痛苦的一生。有缘人，是时候跳出这种挣扎了。接下来的影片，我建议你认真听，反复听，你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。现在我们就从愿力系统入手，来调整你的生命状态。意念力是什么？现状就是什么？人有4个维度：灵性层、意念层、能量层、肉体层。所谓意念力，来自于意念层，一系列的意念力就构成了我们的愿力系统。这个愿力系统足以改变整个人的现状、处境以及后面的人生轨迹。对很多人而言，通达高维的灵性层，它是无法感知到的。那我们就退而求其次，从意念层入手。很多人能明显觉知到意念层，而且更容易控制和使用。那好，先说结论，你的意念力是什么？现状就是什么？意念力是缺爱，现状就是卑微讨好和糟糕的人际关系，不幸福的婚姻。意念力是匮乏，现状就是自卑缺钱和不满意的工作，不如意的生活状态。换句话说，心心念念的是什么，现状就呈现成什么样子。这叫心不换物，则物不至。只有不停地念着它才来的，不论好坏对错，都是如此。理解了这点规律，接下来就好操作了。如果你希望消除匮乏，那么就把意念力集中在富足上；如果你想远离恐惧，那么就得把意念力锁定在勇气上；如果你希望远离疾病，那就请把意念力聚焦到健康上。这一点，很多人觉得挺玄的，其实没啥玄不玄的。事物和能量的运行方式就是如此。宇宙万物都是一种能量波，在以不同的频率在震动。你想和什么东西产生共振，就要去调整自己的频率与之接近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背后反映的就是同频共振的原理。如果还不能理解，咱们换个角度来说，同一时刻我们无法产生2个念头。换句话说，快乐和烦恼的念头不能同时产生，匮乏和富足的意识也不能同时存在，自卑与自信意念更是无法共存。当意念力发生改变，很奇妙的事就会发生，你周围的场景呈现就会为了适应意念而逐步改变。比如，当我们带着爱、幸福、健康、富足的想法活着，那么现实世界就会呈现出温暖和光芒，自由和财富。倘若我们流淌出来的都是恐惧、忧伤、嫉妒、愤怒、嗔恨的想法，那么我们的人生也一定会感受到更多的烦恼和痛苦、贫瘠和疾病。思想是因，现状是果，你种下什么因，就会收获什么果。意念是因，处境是果，你纠缠什么意念，就会呈现什么处境。懂得调频才是关键。2，用意念力绘制人生图纸，在现实中呈现你现实世界的现状，是你内心世界的真实投射和呈现。
那为什么你在现实世界当中一片狼藉和糟糕呢？因为你的内在世界一片废墟和混乱。如果你的内在世界不整洁，没有条理，那么你的房间办公桌也是乱糟糟的，你说话和做事也是语无伦次，没有章法可言。如果你的内在世界没有清晰的目标和梦想，那么你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，时常的迷茫和纠结。我之前在前面的课程说，任何事物都是先在内在有神，才能外在成形。我之前在前面的文章中说，任何事物都是先有内在的神，才有外在的形的，神形兼备，缺一不可，才能呈现。比如汽车的发明者是先在内在世界有了一个汽车的形态，才实现了现实世界当中的汽车形态。摩天大楼的设计者是先在内心世界构建了大楼的图纸，才呈现了现实世界大楼的形态。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，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，在实现的那一刻和自己当初内心想象的画面几乎一致，甚至很多细节都完美的符合。注意上面我说的内容，出现了3个关键词：图纸、画面、细节。这3个关键词就是呈现结果的首要条件。理想化、视觉化、具体化。什么叫理想化呢？就是感想。很多人有梦想，但是不敢想，不敢想就是无法成为理想，那只能停留在梦的阶段。要把这个梦落实到图纸上，大胆地绘制出你自己的人生图纸，这是第一步。敢想。不敢想的人，潜能和创造力永远无法激活，他被制约和限制了。那什么叫视觉化呢？就是动态化，要让这个图纸动起来，成为一个个画面。不动就没有灵性，动了才有了灵性。就像一滩死水一样，是没有灵性的。只有潭水流动了，才能生灵气。就像一座山，缺少了云雾的变换，就缺少了灵气。有了云雾的缠绕变化，才能生灵气。那啥叫具体化呢？就是细节化。在这张图纸里，细枝末节都要呈现出来，看上去才更真实，更生动，栩栩如生。就像一幅画，有没有神，就能从细枝末节的处理，是否足够生动逼真，就像活的一样，这幅画才有了神韵。那好，你想做的事，想成为的人，要先在内在世界满足这3个条件。首先，敢不敢想？敢不敢把梦想和念想大胆地绘制成图纸？这个图纸就是我们人生的导航图。目的在哪里？会清理什么高山险阻？有哪些路径可以通达？需要借助什么工具？掌握什么技能才能顺利达到呢？其次，这幅图纸在意念力的作用下，能不能动起来？看上去是那么的逼真，就如同真正实现了一样，逼真到大脑完全认同已经实现是真的。最后，细节够不够具体？能不能打动自己呢？在这些细节里有什么具体的数字、具体的人物、具体的场景？
具体的画面，具体的感受呢？那好，有了这3步，奇妙的事情就开始运作了。在意念力的强大推动下，你的潜意识已经开始启动，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和外部世界产生作用了，收集一切的有关的信息，尝试一切实现的可能，提升一切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，这些都是自动化运作，并且时常伴随着直觉和灵感的到来，来引导和指引你去在现实世界中呈现制服栩栩如生的画面。这就是意念里绘制人生图纸所带来的神奇魔力。很多人都已经证实，这就是佛家说的本自具足。我们努力的一生都是在验证你我皆本自具足。3. 因果循环，跳出苦难轮回，人生就是一场蝴蝶效应。因果之间也没有所谓的泾渭分明，每步即是因又是果，不管什么果都会带来对应的因，而原本的那个果在当下的此刻又成了一个因，从而导致一个新的果产生。因果循环互相叠加，形成一长串的人生的因果关系链。这个关系链就像龙卷风，起因可能就是一个蝴蝶扇动一下了翅膀，带动了周围很微小的空气流动，接着这个空气流又带动更多的空气流加入进来流动，最后越滚越大，形成了龙卷风。这句话说，我们哪怕升起一个非常微小的起心动念，就会带动整个人生的大系统，形成一个巨大的连锁反应。而此时我们再回去追究所谓的因果，已经无迹可寻，看上去都是因，但又不是根源。所以这种单一因果寻找问题根源的方式根本行不通，却也是我们很多人常犯的错误。比如生意亏损了，我很痛苦，当时要不做那个买卖，我就不会亏损了，也不会痛苦。其实让你亏损痛苦的背后是一个系统。在这家公司上班，我很煎熬，要是换一家公司就好了，我又没有那么多烦恼了。其实让你煎熬的背后是一个系统。这段婚姻好痛苦，我很折磨，要是离婚了，换个人就好了，我就幸福快乐了。其实让你痛苦折磨的背后也是一个系统。所以我们真正问题不是去找因果，而是跳出系统，跳出这个错综复杂的因果链形成的业力系统。那如何跳出呢？4个字，当下转念，便会形成一个新的因果链系统。比如有人经常抱怨说，我的生活真的太惨了，为什么我会这么苦啊？这一切处境都不是我想要的呀。这一念会纠结成一个意念力系统，造成更多不好的结果和现状来叠加。不好的现状和结果反过来又会成为我们对抱怨和痛苦的缘由，如此恶性的循环系统就会形成了。当下觉知开始转念，从负面的念头中撤离出来，把阴意念里从布满糟糕的场景中撤离出来，让他们失去活力而枯竭，那么好的转机就会到来。好的转机带来好的处境，好的处境又会形成新的意念力。
又会推动下一个新的转机，如此良性的循环系统也就形成了。注意转念的那一刻，新的意念力产生后，现状依然不会有太大的转变。请不要着急，就如同一棵大树被连根斩断后，短期内依然会枝繁叶茂一样，但是很快就会枯萎。转念之后也是如此，新的意念里推动新的系统形成，需要一个周期和时间来孕育。可惜的是，很多人在尝试改变后，短期看不见转机，又被原来的业力系统惯性拉了回去，又把意念力专注到不满糟糕的处境之中，于是又给恶性循环系统注入了能量，让它再次充满活力壮大起来。之前我说过，转念即转运，转运即转命，这就是意念力的强大力量，足以对抗你曾经的业力惯性系统，跳出苦难的轮回，让生命剧本发生改变。有缘人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发大愿迈小步，愿你早日重启改写命运的剧本。前程似锦，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